全球媒体中的大学教育。什么是 ChatGPT-4 以及如何立即使用它？您需要知道的一切。Bloomberg。OpenAI 开发了其聊天机器人软体的第4次反复运算及生成预训练转换器GPT-4，使用 AI 的前身来处理大量数据。聊天机器人能够为使用者提供现实的问题答案，并且在准确性、创造力和协作方面优于其前身。它还能够处理具有视频输入功能的图片和文本服务。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潜在的社会偏见、幻觉和对抗性提示。许多公司已经开始使用该软体，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正在使用它来组织财富管理，支付公司 Stripe 正在测试它是否可以说明打击欺诈行为。语言学习应用程式 Duolingo 正在使用它来解释错误，并使用户能够练习现实世界的对话。大多数人可以通过 OpenAI 的网站尝试聊天机器人，而微软的搜寻引擎并将在未来推出它目前包含一个聊天按钮以加入候补名单，并且用于构建软体的 API 工具可通过该网站获得。科技行业正在加入这一潮流，包括谷歌和阿里巴巴在内的公司也在开发类似的人工智慧软体。牛津文学节不容错过的内容。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的牛津文学节邀请了广泛的演讲者，包括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和作家。今年的第26届将于3月25日至4月2日举行，并将在牛津市中心的场地举办数百场活动。Sophie White 和 Nicole Flattery、FT 专栏作家 Simon Cooper 和餐馆老板 Henry Dimbleby 等作家将发言，其中包括一个针对儿童和青年的方案。著名国际律师菲利普·桑兹 （Philip Sands） 将通过伯德利安的布鲁斯·查特温档案 （Bruce Chatwin） 档案讲述他对纳粹战犯沃尔特·劳夫 （Walter Ruff） 的搜寻。牛津大学讲师萨姆尔·拉马尼 （Samuel Romani） 将研究普京入侵乌克兰背后的动机及其对全球秩序的长期影响。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教授将就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发表讲话。其他活动包括艺术的力量、黑洞的影响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的讨论。该节日由 FT Weekend 前身为 Weekend Financial Times 组织。门票价格在7英镑到15英镑之间，可通过网站或布莱克维尔的节日书店购买。大学展示大量木材研究和展示。New York Times。美国的大学正在说明提高对大规模木材的认识，由胶水或钉子粘合在一起的木材层制成的工程木制品，不仅将其作为校园建筑的材料，而且还将其作为课程中的一个概念。它用于墙壁、屋顶和地板，比钢铁和混凝土更具可持续性，更具视觉美感，可捕获碳并将其排除在大气之外。增加使用的障碍包括有限的供应商位于加拿大和太平洋西北地区，以及比钢铁和混凝土更高的前期成本。虽然开发商发现木材比替代品更快的上涨，使他们能够更快地收回成本，但行业专业人士仍然不确定木材供应链的可行性，以实现大规模采用。这些障碍激发了缅因大学23岁的研究生利亚姆·奥布莱恩 Liam O'Brien 等研究人员开发用木纤维绝缘的交叉层压木板，从而缩短施工时间。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姆森等其他大学也在研究扩大大量木材使用的方法，包括通过扩展木结构的一体化系统。然而，当地生产工厂的工业供应链和建筑需求需要大幅增加，因为没有必要的需求，它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法院审理虐待诉讼中的第9条问题。AP 美联社。俄亥俄州立大学 OSU 正在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2个关于法律第9条的问题，这可能会对其前对伊里查施特劳斯的历史性虐待诉讼产生影响。超过230名男子对俄勒冈州立大学提起诉讼，指控该大学容忍施特劳斯的虐待行为。施特劳斯于2005年去世。联邦上诉法院允许非学生和非大学雇员提起诉讼，
并裁定俄亥俄州的诉讼时效直到2018年对施特劳斯的指控公开才开始。俄勒冈州立大学询问如何定义提出此类索赔的时限，以及提出此类索赔的权利是否应适用于大学的非学生访客。该机构的法律团队认为，这些裁决可能导致那些在过去40年中任何时候访问过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人提出索赔。更大的3月疯狂，许多障碍阻碍着。AP 美联社，大学体育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增加男子1级篮球锦标赛的参赛人数，这是美国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目前的选择协议意味着6个最强大的会议：大西洋海岸、大东、大10、大12、PAC-12 和 SEC， 通常确保36个一般投标中的31个或其他位置。会议扩展可能会减少对非电力会议的投标，那些促进扩展的会议必须考虑实施扩展格式的后勤、财务和政治挑战。由于大流行，包括篮球在内的美国大学体育界的许多比赛被取消或中断，因此推动为更多大学的学生运动员提供一定程度的参与。爱荷华州的里追逐历史，争取他的第4个 NCAA 冠军。AP 美联社，斯宾塞里有机会在本周末在塔尔萨举行的 NCAA 锦标赛上赢得他的第4个全国冠军头衔，并加入一个独家剧乐部，他可以在几秒钟内背诵名字。李在鹰眼的6年职业生涯将以这场比赛结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专注于下一场比赛。如果他成功了，他将加入一个赢得4次全国冠军的杰出摔跤手名单。然而，李胜龙以他的隧道视野而闻名，只专注于下一场比赛而不是冠军。李对摔跤历史有着深刻的欣赏，这只会增加他作为这项运动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的地位。摔跤队主教练、前奥运会摔跤手布兰兹对李胜龙的专注和沉着表示钦佩。在鹰眼队的6年职业生涯中，李胜龙的职业生涯战绩为95胜5负，他的38场胜利在第1节就结束了，其中包括11场在1分钟内摔倒，并且取得了55连胜。他本赛季战绩为17胜0负，秋季取得8场胜利，4次技术失利。李赢得了他的第3个10大冠军，并第3次被评为年度摔跤手。李胜龙从膝盖问题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尤其是球队的教练汤姆·布兰兹。这就是你为自己创造机会的方式，你必须克服很多，布兰兹说。任何通往伟大的道路有时在某些地方都是坎坷的。你继续，你头上长了一个肿块，你继续前进。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李经常为鹰眼队领导双重会议，这是他喜欢的角色，也是爱荷华州必不可少的角色。在2010年和2012年赢得重量级冠军的马特·麦克多诺此前担任过相同的角色。进入锦标赛，爱荷华州有10名全国竞争者，排名第2。谢谢收看大学简报。